一个人走是可以走得很快，但是要同行，尤其是两代啊，真的要同行，我觉得就是会走得比较慢啊，但是会走得比较远。美乐蒂家庭 Podcast。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美乐蒂家庭。今天我们想要来聊聊最近我们三个人啦。前几天我们有一个 very very big conflict， 大吵了一个架，可以这样讲 right？ 大吵架OK， 也可以。Actually, it's been a while, I feel like, since 有那么大的一个吵架。And, 但是应该是说 it was 累积到然后爆炸 you know。 那为什么会累积到这个地步？我自己认为啦，就是 because 我自己心里面也有最近在做的很多事情 and 可能有一些压力 right。 然后我呢就很习惯会想要问爸爸妈妈，就是 for advice， 对不对？就是你们的建议。但是呢，你们的建议如果没有让我感觉到有帮助，我会生气那或者我就不满意。但是我不满意你们的建议的时候，我爸爸就会生气。所以呢就变成我们都在生气，因为我不满意你的建议，但是你不喜欢我不满意你的建议。那天也还好，就是妈妈也有帮助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去想到底出了什么错，然后真正的问题在哪里。那我也就想，然后我就分享了，其实事实我自己，我就先讲我自己内心的感觉，就是我感觉，因为我可能是我啦，我的性格，我在做任何事情，或者我在计划，我在想，我在预备，我其实是已经花很多很多时间在为这件事情想跟预备跟筹划，好多好多个小时，甚至我是那种就是我半夜会起来去做笔记的那种，就是 it's like completely fill my head you know。 然后所以我真的已经到了没有任何想法的那种极限，我才会来问你们。但是那时候我就会发现你们还没有到那个 level， 因为你们没有像我想那么多，但是因为我已经想不到可以再想的，我才会问你们。但是你们却是给我的建议可能是 very shallow you know， 因为你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想嘛，不像我，所以我当然就会不满意啊，因为我对你们期待实在太高了啦。我可能以为你们一定会给我很新的很新鲜的，但是其实你们给的就是我已经想过的，所以我就会不满意嘛。后来妈妈所以我就讲出来了。那可能这里面的情绪有一方面就是我也感觉我没有被看见，可能我也觉得 I'm not appreciated for all the work I already put into this。 好像你以为连这些我都没想到吗？就是可能我会觉得有一点被冒犯，或者没有被看见，没有被重视，没有 appreciated you know， 就是我很希望可以被看见。你看我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去想这个问题，那难道你提的这个你觉得我没有想过吗？我希望你们给我更好的 whatever。可能这是一方面，就是很希望被看见或者被鼓励 right， 就是我已经花的时间。然后第二方面，我觉得妈妈那天晚上帮助我们去想的就是，其实我没有是真的需要你们的意见，因为我已经很会想了但是可能我那个时候我提出来比较是一种像救命啊，就是你看我其实已经很有压力了，你们可以来遮盖我吗？为你祷告吗？ yeah. It's more like I'm asking for advice, but actually I'm asking for help
And it's 不是 help， 不是建议的 help， 而是 emotional support。我可能在那时候，其实我真的需要是你们在情感上面的支持。但是可能当然我没有说出来，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其实是我需要的，我以为我要的只是在事情层面上，但是更真实的我要的是在情感方面的一个支持。那你们当然不知道这是我需要的，所以你们给不出来。但是后来那天晚上我们聊到最后，我们就知道了 OK， 以后 Melody 你要不要就直接就是爸爸妈妈可以为我祷告嘛，那这样子比较你们会意识到哦，女儿现在需要在情感方面的一个支持，不是只是一直停留在事情的层面上。所以那天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也想到，我们在 Life Coach Class， 在生命教练课程，老师有曾经讲过，他说事情啊，因为 Life Coach 生命教练就是帮助对方可以去解决问题嘛，然后要去探索这事情，但是事情有事，还有情，常常我们都只是停留在事，就是 facts and figures and 怎么做事，但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有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情这一块。真正这个人他把他的问题今天拿到你面前，他可能不是事的问题，是这个情，是这个背后，像我可能我后面那个情是我的焦虑，所以可能这个其实比事情还更影响我。对你而言Yeah, it's really not. 其实不是这些事，因为这些事就 Google 或者 you know， 反正就是总是会解决的。但是我现在这个情是更大的问题，所以那爸爸，你要不要讲讲？你那天不是也有很多的启示在这一块吗？我想你也都讲了嘛。那个，我觉得我大概就是我也都比较是理性的，所以当女儿来跟我问一些事情或者问一些建议或什么的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说其实你需要的是遮盖跟祷告了啊。我大概通常我就是第一时间我就会想给你一些建议，可是这些建议其实你早就想过了，但我不知道嘛。很多时候其实我在讲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比较试探性的，就是那这样子可以跟那样，可是你就已经被冒犯了这样子呀。那所以其实那天晚上后来最后就是说我们也就是理解了，就是说其实 Melody 你要的你真的其实也不是要我们的建议了呀。那我自己也要学会，就是说不要那么急着去给solution 或者 suggestion 这样子。I mean, if you're also, I don't know, I think it'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at. 其实我还是需要帮助的，我还是需要很好的建议。只是因为那天还有一个层面是我有给你们一些资讯，但是你没有好好的读我给你们的资讯，你就给了建议。That's not helpful. 所以我觉得 at the same time 就是其实作为女儿，我很希望被看见，那这个的看见也包括你有没有可能很真心的看我给你的资讯，再给一些建议。Otherwise 我会觉得你没有很 care， 因为你没有真的看我给你的资讯，所以你这样子给出来的东西，第一个当然就不会有帮助啊，因为你没有看到我给你所有的资讯，然后再来就是我本来的那个没有安全感，我就觉得我不是被看见的 you know， 我没有被重视的那种感觉。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又比较回想到你小的时候，因为你小的时候好像也是其实好长一段时间你都像个气包子一样哈，就是常常很多东西对你来讲就是很 frustrate 了，好像常常人家不能够了解你到底在讲什么，就是你到底在生气什么。好，我现在再回想起来，可能也都是可能是同样的东西，就说其实你每一次生气你都需要被看见，你其实每一次生气你可能都需要的是一个真正从父母亲
来的一个真实的了解跟关心呀。那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你生气，然后你又讲不清楚，你又不是很会解释你的情绪。我觉得没有孩子是很自然会知道要怎么解释他情绪，除非你教他。我觉得我们也没有教你解决情绪，或者是情绪的这很多的字哈。对啊，光是情绪啊，他有愤怒啊，有沮丧啊，他有消极，就是他其实情绪有很多的不同的 layers， 不同的层次或不同的描写，其实我们都不懂。我觉得我越来越大才发现，哦，原来我们的情绪还有很多种，不是只有一种东西叫做愤怒。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你们小的时候，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哇，你怎么又生气了？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叫弟弟来说，你看看，你跟姐姐沟通，看看他在气什么啊？有时候我们就不了解，其实你可能也还是需要就是被了解、被看见哈，被抱抱、被爱。这个会不会是就是在小的时候，可能你是一个老大嘛一个大女儿，那时候弟弟出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些处理上没有谨慎，或者说对于你的性格上 What are you saying is only after I became 大姐姐？会不会是那时候？那你觉得我3、4岁以前都 OK 吗？好像是不是也还好？没有，他2岁就开始很，那是 trouble two 啊。妈妈就把它当成理所当然了。不过我倒要讲Melody， 就是说你认为你丢了一些资讯给我，然后你来问我问题，你就 expect 就是说我应该就是把你所给我的东西都要看得很仔细，我都已经想得很清楚，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对话。我觉得也许你的 expectation 其实有点太高，而且我还要讲一件事，其实说实在啦，情绪控制是在乎你自己，你不能去 expect 别人要对你或者要为你做什么，因为你会碰到一些人，他的确他就是没有花心思或者那个，但that doesn't give you right to get angry。 说实在话呀，今天不是说只是跟你，而是说或跟爸爸，因为我是觉得也许就是你对家人，也许你的期望很高，就觉得我们就应该要花很多心思 focus 在你身上，然后你的东西我们要读得很仔细，然后要给你建议，就是要很有 good quality。 那我只是跟你讲，我也有很多事情，我也不是说你给我东西我都会很仔细去想，然后要想怎么去跟你沟通。有的时候我就只是问一些问题，可是问的问题可能就是说，诶，你已经寄给我那个 information， 为什么你都没有看，然后你就生气了。那我觉得这个 is not fair。 你不能 expect 别人对你的事情都是放在 first priority。所以我才是说，这我还是觉得是一些根源的问题。我觉得每每有一些根源上好像没有被处理完的事情，好，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样子。Well, I'll say 2 things. The first thing, I'll just be honest, this is the thought that went through my head. 就是因为其实已经发生几次了嘛，就是 I ask for advice and then I don't like your advice and then you get angry. Because 其实说实话不是只有我有情绪 OK 爸爸你也是很有情绪，就是如果我不喜欢你建议你也是很生气的。所以我说其实真的我的想法是什么，就是那干脆以后 because有多少个家庭2代是真的会一起做事情的，真的很少。 And I'm like I get it, that's why. Then in the future I'll just not ask you for advice. 也不要有这样的内在誓言哈。没有啊，因为我就觉得其实很多
孩子也不会问他父母亲任何问题，也就是这个原因嘛，就是避免冲突啊。那你说你不喜欢我的反应，我也不喜欢你的反应，那我们就避免，很多家庭就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就更简单吗？Okay, so that's what I'm saying. This is my thought number 1. Okay, thought number 2呢，就是今天你是我爸爸，我不知道，我觉得的确可能我对父亲的期待就是不太一样，因为或者我渴望，我从父亲渴望的，或者从我的家，或者从父母亲渴望的，从小 is a safe place， 一个安全的地方。像妈妈说 ，maybe somewhere I can be known， 我被认识的地方，我被接纳的地方。但是可能常常就觉得没有人能够真的认识我、了解我跟接纳我。Even my parents. I'm not safe. You know, I think about like 其他的家庭 I don't know, maybe this is Hollywood or like maybe this is a fantasy. 但是如果今天孩子有情绪，然后他在为一件事情生气， I feel like a good father would be like, you're pretty sad, right? That sucks, right? Are you angry? Are you a little stressed? 有一点同理吧，而不是只是 Why are you angry? What are you doing? Why are you doing that? Just do this, just do that, just do this. I don't know. I just feel like 可能我真的就比较高敏感的孩子，我一直就是很希望在情感方面可以有人来认同，来看见我，知道我在 feel what I'm feeling。虽然我用的语言可能还是非常事情层面，但那是我的一个自我保护的方式。I actually 事情不是问题，对我来讲。It's always 就是比较是在情感方面，我觉得我没有真的被看见、肯定或接纳。我觉得很好，好像那天晚上我们其实一直弄到12点半哈。那我也是问妹妹，我说你到底你真正你里面是什么样的感受？好，那我觉得很好 ，Melody 就说出来，就说其实事情本身是一个隐藏的，但你真正其实需要的是我们的 understanding， 需要的是 understanding， 需要的是我们的爱。Yeah, it's not even understanding, honestly, because 有一些东西可能你们就是不 understand， 因为 understanding 还是需要。我说的 understanding 不是说了解事情， Yeah. 而是真实的有那个洞察力，就是说这个超过事情的那些事情是什么。Yeah, and I think not last night， 就是那天晚上，其实讲到最后，我也跟妈妈说了，就是我觉得今天晚上很好，因为我意识到一个重点，那这个重点是me, I always my deepest desire is I just want to be loved. I think that's always my deepest desire. 所以就做任何事情，或者跟爸爸相处，或者甚至是在教会服侍的层面，我常常会有很多的挫败啊，或者
伤害或者苦读，也就是因为我没有感觉真的被爱吧，比较常会感觉被利用或者就是还是在做事的这个层面。But I think I just want to be loved. And I think I don't know, man. I think everyone wants to be loved. It's so funny. It's kind of silly, but yeah, that's it. And then I think sometimes with Baba too, like, 其实我只还是在讲事情 but like,也许因为你也没有 you were not loved either very well as a kid, so you don't really know what it means to really love. 所以你也很可怜。呀，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好，能够你明白，最后你明白你还是希望被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revelation 启示。所以你外表感觉到好像是要跟我们谈事情，但其实你还是需要的是我们的爱、关心、hug。好，对。Yeah, because like 平常说实话，如果你能够平常就有一点表现说你在关心我 like you could sense that I'm a little stressed or you could sense something and then 你就也许平常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一点点 give a little attention 或者 give a little care a little that would help me feel a little bit more loved. That's just for some reason I feel like sometimes the only time I will get your attention is if I'm asking you for it, right? And how 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or your cares? I have to ask for your advice. And that's like the only way I know how to get some sort of... Otherwise, you don't care, Baba. 你有在 really care 我的事情吗？像我在做这事情，我在录专辑，我在那里从来没有问过我啊，所以我也只能，可能我也想说，我也只能想办法，那我来问问你一些建议，但其实我没有要你建议，我只是想要你 care 我在做的事情。那 maybe 我也就是希望你有一点感觉，这是我女儿在做的事情，我关心她，我为她祷告，或者我可以鼓励她 or something。平常也没有啊 I don't know. Is this too much to post on the internet? 我觉得很好，就是你提出来之后，我觉得我们比较了解你，妈妈就更了解你，我觉得爸爸也更了解，就是说他表现爱的方式就不是像妈妈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会 verbally 会说，那爸爸他觉得他爱你的方式就是帮你解决问题，提供你很多的资源跟帮助呀，不是说不爱你，但的确他的 language 是这样。我记得公公也是这样啊，公公就是爸爸的爸爸对待爸爸也是这样，这个好像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家庭的一个文化上的这个缺陷吧，爸爸觉得呢？就像我曾经讲的，其实我这个人是不太会去寻求别人帮助的人呀。你讲说寻求帮助，我还不太记得我也去跟我爸爸求什么帮助，我都是 try to solve it myself。但是 Melody 来问我问题或者跟我讲什么事的时候，即使不是问问题，你跟我讲一些事的时候，我都很容易就会很快就会给你一些建议。但这些其实很多时候都让你听得很不舒服，因为你不是要建议。Yeah, maybe I also want you to just be like, wow, you're already doing a great job. 哇，你已经去跟他们联络了，你很棒。Like maybe that's what I'm looking for. 但是 somehow
那不会是你第一反应啦，你第一反应就是你还需要再做什么事。其实也不是说你还需要再做什么，我 always 都是比较是 try to help you to look forward more， 就是说哦，你会不会这个没注意到，哦那个没注意到，所以爸爸是一种保护心态。但是对你而言，你觉得说为什么你要跟我讲？难道你觉得我都没有想到吗？对不对？你的反应是你为什么要讲这些？我早就想过了，为什么你还要讲？可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看到的有限啊。你告诉我一个事情了，我只会想说哦，你有留意这个，有留意那个吗？那但是因为我们两个的视角不一样，然后你就生气了，然后我也生气，因为我觉得说哇，我再给你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的建议，为什么你要这么情绪化？ Yeah, and maybe it is communication problem. So like, okay, I'm thinking of two things. For one thing is 像我们在 life coach 学的嘛，其实 asking questions is more powerful than just giving answers. 其实我觉得如果在当下，如果我们都可以学习 ask more questions， 因为爸爸其实you're not asking anything. You're not asking me, what have you already tried? What have you already done? What have you already learned? 如果你问我这些，那我就可以告诉你，那你可能就再给我一些意见会更帮助。但是其实你不是在问问题，你只是就直接跳到那我告诉你。And I'm like, no， 因为你前提你都不知道。那你已经跳过去这个探索的部分，你给的这个意见 is not helpful, right？ 我们不是学了这个整个过程，不能给这个 Vincent 老师看到，他会说国瑞你要来重修。Yeah, so this is one thing I think I thought of， 就是也许我们都可以学习 ask more questions。And then the second thing I thought of 其实是我的问题，因为我真的就比较不耐烦。其实我那天也是跟妈妈说 like it is my fault， 因为因为那天晚上我问你们意见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其实说实话我没有真的想要再讲很多话，我就是随便问了一个问题，然后这样。但其实如果真的要好好的让你们去了解所有的状况，然后先告诉你们发生所有的事情，然后 everything lead up to this point， 我知道我要花很多时间，因为真的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筹备，然后 just like I don't want to spend the time to have to catch you up, right？ 所以这是我的问题，因为也许最好的方法是我就是真的要好好花这个时间去跟你们讲，但是我也不想要花这时间，所以我就直接跳过去。但是你们也真的需要知道更多 backstory。But maybe, you know, so it's a little bit my fault， 就是我没有自己提供。It's a little bit your fault because you didn't ask, right? You could also ask for the backstory. You didn't ask. I could also just offer it up.But that would just take a lot of time. And I was just tired and I was a little stressed. And I was a little emotional. Yeah. 哇，我不知道姐姐还有那么多的情绪。我也不知道。我以为我们已经有一些处理了哈，所以我感觉到还是有一些累积。我们父母亲，身为父母亲，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你们那时候还小的时候，我们没有很多在情绪上面教导我们孩子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好，然后也没有真实的有这样的很多的资讯让我们学习。所以像女儿你这种比较真的超敏感，好，而且超级敏感，超敏感，而且还有非常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艺术家了 ，artist， 你里面的很多的波涛汹涌的东西，其实有很多人可能没有像你这么波涛汹涌，像妈妈就不是一个波涛汹涌的人。好，神创造我们就是很不一样，我就没有那么多的东西，但我觉得你的确波涛汹涌的情感情绪，好，那这个适合做艺术家。
那那还有就是说，帮助你去解决情绪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困难，我们是没有注意到，所以我觉得你就后来就是一直去累积，就你常常觉得你没有被了解，你常常没有发出来那个正确的管道的一个情绪，你觉得会是这样吗？我想分享一下了。我觉得哈，在 Melody 小的时候，那时候你是钢琴老师，对，然后常常就是我回到家，然后你在那边教学生，Melody 没有人照顾。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住在美国嘛，我们也没有办法请佣人啊，也没有父母亲在旁边帮忙。那 Melody 她又是一个蛮需要 attention 的，说实在，所以她常常就会在那边哭闹，趁机就哭闹，然后就是她要 get your attention 嘛。然后当我一回家的时候，其实我常常得到的也是从你那边来的，就是说要赶快去处理 Melody 的情绪问题，很累积的。然后我也是刚下班回来，我也很累很那个，所以那个时候我想我们家就是有一种模式吧，解决问题的模式，赶快处理问题，赶快呀，不管激烈的或不激烈的，反正就是把它压下去。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应该也没有人教过我们这种 EQ 情绪管理啊，conflict resolution 冲突管理啊，这样我们都是这种比较很直接的很霸道的这种方式。 Melody 的确从小到大也真的应该也算是被蛮压抑的这样子，那今天到了这个年纪了，开始有一些会那个反弹出来了呀。其实也是我们做父母的，要跟你道歉了呀。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根源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是这么表面呀。所以那天晚上还好妈妈也，因为如果妈妈没有介入，其实我跟爸爸应该就是冷战啦，就是他就去睡觉了，然后我就自己到房间，我也要准备睡觉，但妈妈还是就是要我们妈妈就到我房间里面说你一定要跟爸爸道歉啦。那其实我然后我就去道歉，然后 I was like oh sorry 爸爸，你还醒着吗？And then 就有一点道歉，然后爸爸也还是有一点不开心啦，反正他也又讲了一些话，但是妈妈也就说 Melody 还是要不把你真实心里面在想的话说出来，然后我也还是要想一下我到底心里面想的话是什么。那我就想到我刚刚想的那些嘛，就是其实你们不知道是我已经花很多时间想这些东西，所以也许it's my fault， 是我的错，因为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告诉你们我已经想的东西，再来问whatever， 然后讲，爸爸也比较了解，然后爸爸就建议说，那以后要不要你就多多请我们为你祷告，而不是只是要我们的建议。我就想说，这也是个办法，我也没有想过，就是不要只是问建议，好像只是事情的层面，而是可以就是maybe 灵里面的层面或者怎么样。然后所以那天晚上就算是有一个和好，然后也有一些道歉，爸爸也是也有道歉，然后隔天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爸爸又道歉，你就有说什么谢谢你昨天晚上是第一个道歉的 You win right you remember that and then you were like 你也是希望以后你可以更去重视我的情感 right 重视我的心啊怎么样。然后刚好那天早上我们也一起有花一点时间读经嘛，然后我们读到马太福音6章那边，其实我就稍微分享一下我对那一章有的启示，我觉得跟这件事情有一点连结。马太福音6章那边耶稣讲说不要忧虑嘛，然后他说你不要忧虑你吃什么你穿什么你喝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 you know 神都会预备啊。你看那些花啊，还有是飞鸟啊，甚至之后耶稣也是为那个5000人都喂饱他们那个饼嘛，但是门徒看了，他们还是会以为耶稣讲的是他们没有面包，就是门徒虽然看到耶稣已经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他们还是没有看懂 ，right？ 但是事实是，神会照顾我们这些事情，不是事情，永远不是事情的问题。所以耶稣他在登山宝训，他就说你不要忧虑。那忧虑是在哪一个层面？那就是情。忧虑是一种情绪。耶稣更在乎的不是你吃什么，你喝什么。如果今天耶稣很在乎是你没有钱去买吃的、买喝的，那他就来开一个课讲你怎么赚钱，你怎么存钱。Let me teach you time management. Let me teach you money management. 如果今天耶稣真的在乎的是这个，那他在登山宝训讲的道会很不一样。但今天耶稣讲的层面都是心理的层面，你不要忧虑，你吃什么喝什么 ，This is no biggie, right? Melody， 你要做这些事情，这个不是问题，但是你里面有忧虑，这个才是更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那天早上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讲到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神更在乎的还是情，对，不是只是事。神也在告诉你，你不要忧虑，因为你一直在计划，在计划，在计划。你觉得你已经都计划了很多了，其实你里面累积了很多的忧虑呀。还不只是忧虑啊，其实我觉得会有情绪，那个事实上不是只是 worry， 很可能还是 stress，压力。What's the difference? What's the difference？其实 stress 就是你没有释放出来的那种压力的东西呀。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容易会爆出来呀，还不只是忧虑呀。说的也很好。所以你的情绪会因着你的这个 stress， 然后而且这个东西这个 stress 都会让你身体会病变的，会生病的。很多的病是从 stress 来的呀。不会很好啦，你能够把它说出来，然后我觉得，而且那天后来你也跟我们讲说，那个 Vincent 老师讲的事跟情要分开来。但是通常像爸爸，因为像我是 computer background 出身的，我的第一个反应都是解决事情 troubleshooting 我是很喜欢 troubleshoot 去解决问题，看到问题，我觉得那是好像是我的 gift。可是我就是有一个盲点，就是我看不到你里面的那个情感情绪的部分。It's the fourth dimension. It's the quantum physics part. 所以对一个老爸爸有这样的要求有点太高了。不会啊。好了，我在学 I'm learning. 对 OK， 首先就先学，先问问题，不要这么快的给答案，先了解女儿在讲什么，她的情绪在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学的，你也学得很好啊。你没去嫌啦？没有啦，我要跟那个 Vincent 老师说，我可能要回去再补课。爸爸刚刚讲这个 stress， 的确，我觉得我自己在回想，为什么 Why do I have like stress？ 就是为什么要累积到一个地步，它就会突然蹦出来。And I think part of it is because 我从小到大 ，for some reason 我就很习惯，或者不是习惯，就是我一直有一个也许是错误的信念，就是 I have to do everything by myself。对，我觉得这是。所以像我刚刚讲，所有的事件都是因为我自己在做所有的事情。You know, like 我要筹划活动啊，或者我要计划这个专辑 ，like everything little thing and big thing is like all by myself. And I think 的确就是我常常会觉得 like 我没有团队，然后我一个人，所以那个的确那种 stress。所以我终于要说出来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点要爆的时候。
你那个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他其实真的就是要那个感觉是要爆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学习，就是不要等到已经。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啊，如果你一旦有这样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来跟我们一起祷告啊。你说爸爸妈妈，我需要祷告。嘿，谁谁谁，你将来的配偶哈，你的好朋友说，哎，你可以为我祷告一下吗？我 feel very stressed， stressed out， 都，我觉得你需要说。因为说 a lot of self-awareness, because I don't even realize that I'm stressed. 我觉得今天你又解决了一个又发掘了一个蛮重要的一种情绪。我觉得是你越来越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你才知道怎么去解决。That's good。那我再讲一个后来发生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隔天早上我自己在读经的时候，我读到创世纪，然后就是约瑟的故事，然后我就在读这个故事嘛，他怎么被他的哥哥们卖啊，然后被卖到埃及嘛，然后这整个过程他也是一个人在埃及，然后这样辛苦过来，后来他就成为了宰相，然后他哥哥们就需要到埃及跟他买食物，然后他怎么去弄他们然后也让他们一定要把 Benjamin 带回来，整个故事就是他们家庭又和好了，就是又恢复了，然后他也把他父亲从迦南带到埃及来。And I have no idea like why. I've read this story a million times, right? You know, 我在教会从小就读了这故事几百遍，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读的时候，我一直感动到哭。I was like 好感动。然后那天我也跟妈妈说，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感动。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有点祷告，我就祷告出来，我说神啊，谢谢你让我看见家庭是可以和好的。没有关系，哭也是很好的一个医治呀。因为约瑟也好几年都是一个人了，他应该是很想念他的家庭。对，我们那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我也很 surprise， 因为其实 Melody 你也算是一个蛮理智的孩子，我很少看你念圣经会念得这么有感动，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跟你讲，我说，我感觉到你里面的那个情感也开始越来越出来有的时候你情感出不来的时候，其实你一团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你现在情感越来越出来，好像那个一些智慧一些启示也都会出来很多东西就好像慢慢在被医治在被完全的当中，你觉得呢？ Yeah, maybe 很多是潜意识的。我 honestly I don't know why I'm so emotional. I mean maybe it's hormones. 但是的确读经的时候真的没有很多次会这么的感动，特别是读过那么多次的一个故事。我自己觉得是医治。像我有时候跟姐姐一起录一些音乐的时候，录一些诗歌，我每次自己一边录就一边哭，我就感觉到那个圣灵的一个工作在医治我，或者是用他的爱在包裹我们。好，所以我觉得 it's good。It's good， 我觉得这整个事情我看下来，我都觉得神趁着你要出门前，然后把你这彻底的再有一个医治，有一个洗涤，然后你跟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再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和好，你也可以把它说的比较清楚，也让我们越来越比较了解。我觉得这个过程是
是很棒的。我们很感恩。呀，很高兴听到你讲说这个，你看圣经看的会哭会感动，也让我想到那个许宗石牧师，他说他读圣经他都会读得掉眼泪。其实有时候我听的时候我都说，其实我蛮羡慕的，说哇哦，我也希望我自己是一个这么有情感能够被神的话感动的人呀。我的确啦，像妈妈讲的，我觉得那个也是圣灵的工作，神的话语然后带下圣灵的工作，那你现在开始越来越柔软了。I mean, part of it is the story itself. The other part is 可能因为我真的自己心里面很希望我们家可以和好啊。谢谢你了，有了，我们爸爸有在进步。不仅仅是和好，而且很能够亲密的一个 heart to heart 的 understanding， 是不是？Yeah. I mean, 神很奇妙了 ，right？就是他会让你们两个这么不一样个性的人，然后生出来我这样更不一样的个性的人。好像神永远都是会让家庭都很有趣。你知道，其实你高中毕业之后你就开始服侍嘛，在教会啊，后来你就去了 Bethel， 后来又出去啊，好多年这样，就是你都已经独立了好多年了，然后就是2020年，然后你突然就有感动，说愿意回来跟我们一起。我们这几年在一起，其实我也跟妈妈讲说，我很感动，就是说上帝给我们再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在一起重新谋合。其实你刚回来那半年，我们还是相当不容易的，不是相当，是非常不容易呀。那我觉得经过这段时间，然后我们也做了这些影片。我们自己也在学习呀。我也觉得我这3年我也很有成长，在这个情感不要讲说你的情感，我的情感情绪我也在学习呀。我们都慢慢长大成熟了呀。我记得有一句话，他讲说一个人不知道谁讲，他说人的那个 tragedy 就 tragedy。人的悲哀就是老得很快，可是成长得很慢。Getting old too fast, but getting mature too slow. 我常常就有这样的悲哀。不过也很感谢神，就是把你带回来，就有点像是约瑟回家让全家人和好。你的回来，你跟我们爸爸妈妈在一起，让我们也都还有再一次学习跟成长的机会。Amen. Amen. Amen. 谢谢爸爸妈妈。We got really vulnerable today. Is that okay? That's good. That's okay. That's good. Well, I guess 这就是我们的 brand. 我觉得我要给一些年轻人一些建议真的，一个人走是可以走得很快，但是要同行，尤其是2代真的要同行。我觉得就是会走得比较慢但是会走得比较远。那这就实在是很值得。像 Melody 回来3年半，我们可能真的就是慢慢的在走但我可以感觉到我们真的越来越同行。我们中间也没有什么这种，还有什么一些震动就说好像没有办法说出来的困境。我觉得就越来越坦然，越来越虽然有冲突但我觉得就越讲越开，越讲越 understanding 有一个真的 understand 还不是只是表面的，有一个深层的东西一直在被医治。那我看到 Melody 跟妈妈之间最早哇那个也是就说不出来的痛苦一直到后来我们开始又可以开始同行。那
你跟爸爸之间也是吵，哎呀，但是又有一个开始可以很坦然、很自然的拥抱跟同行，同行。所以我觉得，就年轻人不要放弃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能力，就是坚决的不放弃。那我觉得对我们父母亲来讲，我们这一代也是，就不要放弃跟孩子同行的这个美好。孩子有的时候还是真的有时候，我们不明白到底是这个成长的点里面，到底我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好，到底这个东西是到底怎么发生的？但我觉得我们也是不要放弃，不要放弃，然后坚决的希望能够再继续再走下去。我觉得神真的会给我们恩典。阿们。Amen。谢谢妈妈，谢谢爸爸 for this conversation。好棒 ，Love you，Love you。谢谢大家，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跟打开小铃铛。Yeah，拜拜。